哈喽，大家好，这集的影片内容，我们来聊聊台湾送煞习俗送肉粽。大学时期，有幸与住彰化鹿港的宿舍室友，我们几个一行人到了鹿港小镇。那天我们在鹿港吃过晚餐后，大约晚上10点多左右，骑着车即将离开鹿港的我们，远远看到一纵队伍在大马路上行走着。那位住鹿港的室友突然紧张对我们挥着手，示意所有人跟他转往其他小路离开。当下的我一脸不解，而我室友却沉静的不发一语。送肉粽是一种丧葬习俗，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台湾许多的民间习俗都与原乡有关。提到送肉粽，最先联想到的地点就是台湾中部彰化沿海的鹿港。早期的鹿港，除了是大陆福建泉州对渡的重要港口外，也来了大量的福建泉州3义士绅家族移民通商与定居，所以福建泉州在鹿港留下许多传统的风俗信仰，而丧葬习俗的送肉粽就是其中之一。送肉粽是闽南话最常用及最直接的口语讲法，又名送吊煞或送吊客，也有人称为送煞及吃面线。而取为肉粽是利用双关语义来暗喻，形容上吊的人被绳子套住颈部，期限绑住肉的概念。鹿港一带更有将上吊这个行为用闽南语念为附粽，其用来尊重亡者，不蔑称的去取代掉直接说出上吊自缢之人为吊死鬼这句话，而俗姓上吊自缢的死者生前的怨恨与死亡过程中那段痛苦的意识，带着这些不堪的记忆，会在亡者离世的一瞬间交织在一起，累积为煞气。所以往生者断气后，煞气会残留在吊具上，寻人为自己超度转世，造成该地区周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有人上吊自杀，也像肉粽一样一整串的挂着，就是俗称的找替身或抓交替。因此必须挑选时辰，将相关绳索及固定绳索的物品送至海边或是在河流的出海口焚烧，以达驱邪送煞之效，否则还会有人步上绝路。这个送煞仪式就叫送肉粽。送肉粽的丧葬送煞习俗，过去一直都为鹿港居多，近10年范围逐渐的广及到彰化县临近鹿港的海线地区乡镇，福兴乡、县西乡、深港乡、和美镇，甚至原本无此送葬习俗的山县内陆乡镇，比如彰化市、员林市、北斗镇等一带。更因近年来新闻媒体及电影传播，引起网络及民众舆论，令台湾各地像台中市、新竹县竹北与桃园市中坜一带亦零星办起送肉粽法会，以求心安。关于送肉粽法会，各地区或者各派别送肉粽的做法不一定相同。以鹿港的做法为例，当地的庙宇会联合举办法会，一般的仪式共包括有回驾、暗访、送煞、收散魂等，而这些仪式的主神大都是王爷，王爷则由鸡头或桌头来指示，并由坛方人员及法师依指示进行所有法事，规划一条送煞路线，最后从福禄溪或其他路线，现多以彰滨工业区出海口，将吊死鬼的冤魂及煞气送出海。而鹿港之外的其他地方做法，大多都是请比较资深的道长、释教师傅或黑头法师、驴山教法主真君派来处理送煞的事宜。有些乡镇举办法会时，会迁就于当地实际情况，将冤魂及吊具送到最近的河流或大排水沟烧化掉。送煞仪式通常在送煞当晚9至11时举行，活动开始之前办理的庙宇会提前通知周围的居民与里民其路线及时间，并在各路口前会设置寄送回避或者前有法事进行改道等路障，并在各路口处以摆桌祭拜，请各家各户紧闭门窗，足不出户，在门窗上张贴符令，以免吊煞受阻而遁入。而法会会于当晚20时左右，由坛方人员聚集在目的地的宅前，以草人或纸人代替亡者，上吊的绳子则代表煞气，把两者放到有金纸的纸箱后，一同将其护送出主丧家。若亡者是在梁上上吊，会取下一部分梁柱；若是门，则会全拆掉一起送走，以免煞气留在原地。接着边行走边放鞭炮，由钟馗带领着队伍往海边前进，队伍中尾端的人会拿扫帚将煞气扫掉，最终将上吊用的绳子及往生者接触过的物品运到目的地后，并焚化烧掉，送煞出境，完成仪式。由道教的观点来看，送肉粽仪式虽充满煞气，但只要做好事前防范，让住户及民众适度回避，应不会有意外被冲煞到的情况。请遵守以下几点禁忌：1、沿途不能叫姓名，
以免被煞气所跟随。2. 送煞仪式结束前不能脱队，以免落单遭煞气缠住。3. 尽量禁止女性参加，男性阳气较重且送煞耗费体力。4. 不能超越队伍前方令旗，煞气会逃至队伍前方，若超越令旗恐被煞气缠身。5. 参加者不能戴项链，以免让亡者触景伤情，回想上吊情境，影响法事进行或伤害生人。6. 回城不说话与聊天，以免讲错话使鬼魂回爱，挟怨报复。7. 送肉粽队伍经过时，周围住家不能开启门窗，以免煞气趁虚而入。8. 农历7月不宜举办送肉粽，鬼月是好兄弟放假的月份，此仪式会惊扰甚至伤及到好兄弟。若真的非得在鬼月进行送煞，要先向神明禀报，获得允许才进行。俗信与送肉粽队伍正面相遇，会遇煞气对生人相当不利，轻则头晕、恶心，重则昏迷，甚至死亡。如不得已相遇，可以侧身面向民宅回避，心中默念弥陀、地藏等等佛号，不要直视仪式队伍。若已经直接相遇，可跟随着队伍走完全程，表示送死者一程。结束回家前再去庙宇求取符咒、过香火护身即可。其实送肉粽仪式重点在于送走煞气，单纯是借由信仰的力量，让死者与丧家释怀及恢复该地区平静，以达到安定民心之作用。只要保持平常心看待，能配合仪式与时间尽量配合，不必过度恐慌及渲染。以上就是关于台湾送肉粽的送煞习俗。最后，如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关注与分享，我将继续制作更多与台湾相关的影片。